这6种皮埋入花盆中，土壤肥的流油，拿出来可以直接卖钱。家里的果皮、菜皮看似像垃圾，却有魔法让土肥的流油。比如香蕉皮让月季狂开3轮，橘子皮救活快死的栀子花，苹果皮泡水扦插，生根速度快了1倍不止。连家门口那棵快挂掉的蝴蝶兰，用了柳树皮之后，今年直接开出12朵花。重点是不花钱，不用药，零技术门槛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6种生根剂的制法。1. 橘子皮，酸味植物的贴心汤。养栀子花、杜鹃花可真不容易。我家的栀子花刚买回来时，叶子绿油油的，没2月就开始发黄，叶脉绿，叶肉黄，看着直揪心。有回吃橘子，突然想起朋友说过橘皮能调土壤酸碱度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，试试呗。我把橘子皮切成细丝，装在塑料瓶里，接了点自来水，拧紧瓶盖放阳台晒着。头几天没敢打开，怕臭，后来闻到瓶子里有股淡淡的清香味，才敢兑水浇花。比例大概是1:10，每周浇1次。没想到不到1个月，栀子的新叶慢慢变绿了，今年春天还冒出好几个花苞，开的花又大又白，香得很。现在家里吃橘子皮都不扔了，晒干后还能混在堆肥里，不光能调酸，还能驱蚜虫，一举两得。2. 香蕉皮，让花开爆盆的秘密武器。说起香蕉皮，还是跟小区李姐学的。有回看见她往月季花盆里埋香蕉皮，我还纳闷，这不招苍蝇吗？李姐笑着说，得晒干了用，或者发酵好了，不然可不行。我回家就把吃剩的香蕉皮挂在阳台风干，晒干后硬邦邦的，用剪刀剪成碎末。换盆时，我在盆底埋了一小把香蕉皮碎，离根系稍微远点，怕烧根。另外还试了发酵的法子，把香蕉皮切碎装瓶，加水密封，大概2周后，水变成深褐色，有点臭味，但兑上水浇花，效果可好了。我家的茉莉用了之后，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，一茬接一茬，满屋子都是香味。3. 柳树皮，让根须喝上生长水。柳树皮可不能直接用，得先让它腐熟。把树皮剪成小块，用开水煮半小时杀菌，晾晒干后装在塑料桶里，浇了点淘米水密封发酵。头回没经验，没留透气孔，桶都鼓起来了，打开一股酸臭味，差点没把我熏跑。后来学聪明了，每隔几天就开盖放气，大概2个月后，树皮变成深褐色，摸着软软的，还带着点土腥味。我把它垫在兰花盆底，又拌了些进蝴蝶兰的土里。你还别说，原先干巴巴的兰根慢慢冒出了晶莹的根尖。今年春天，蝴蝶兰一下子开了12朵花，花瓣厚墩墩的，比花店里的还精神。4. 鸡蛋壳，给花草补钙的小秘诀。我妈总说鸡蛋壳是宝，我以前嫌麻烦，直到去年养的月季花出了问题，新长的叶子卷边，花苞还没开就发黄，查了资料才知道是缺钙。赶紧把平时攒的鸡蛋壳翻出来，一个个用清水洗干净，这一步可不能省，要是残留蛋液，埋土里准招虫子。洗完后放在阳台晒干，拿擀面杖碾碎，越细越好。换盆的时候，我在盆底先铺了层碎蛋壳，又在土里放了约1/10的量。大概过了1个月，月季花的新叶慢慢舒展了，茎秆也比以前粗实。现在家里吃鸡蛋，我都会主动把蛋壳扣在碗沿，等晾干了给我攒着。不光是月季，去年种的番茄，定植时买了点蛋壳粉，结的果子又大又红，摘下来生吃都带着甜味，比买的好吃多了。5. 苹果皮水，改善土的微生态。苹果生根水适合拿来扦插各类绿植，比如绿萝、薄荷、长寿花、发财树，只要是插枝条的都能用。你可以直接把剪下的枝条插进苹果水中泡上12小时，再拿去插土，也可以用它来当浇水液稀释喷洒，连续用几次，出根速度能快30%以上。而且味道清爽，不像鸡蛋水、淘米水那样容易招虫。除了做生根水，苹果皮也能埋进土里当肥料。只要剪小块后晒干或风干，再埋进花盆的边缘，不靠近根系，就能慢慢释放出钾磷这些养分。尤其是对观花植物，
果类盆栽特别友好，用个2-3次，叶子都能绿得发亮，开花也更有劲。做法很简单，吃完的苹果皮稍微清洗一下表面的残糖，然后剪成小段。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或塑料瓶，加入大约400毫升的凉白开，再放入1小碗苹果皮，大概半个苹果的量就够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静置发酵，一般夏天2到3天，冬天5到7天就行。泡好之后的液体会带点淡淡的果酸味，不会臭，就是变成了苹果发酵液。6. 土豆皮，补根醋芽2不误。准备1至2个普通大小的土豆，把皮削下来，越薄越好。然后把这些土豆皮剪成小条，放进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或饮料瓶里，加入500至600毫升凉白开，不要用生水，杂菌多容易坏。接着加1小撮红糖或白糖，大概1小勺，这样能帮发酵更快。盖上盖子，在温暖的角落放上3至5天，每天轻轻摇一摇。第5天打开会有点微微发酸的气味，说明就养好了。过滤后，这就是你的土豆生根水。那为啥这么神？秘密就在土豆皮里藏着的淀粉、多酚、钾、磷、铁、锰这些微量元素，尤其是钾含量几乎是香蕉皮的2倍。而在微发酵过程中，淀粉会转化为可溶性的糖类，形成植物易吸收的小分子养分，对植物根系细胞的修复和分裂特别有效。简单说，就是又能补根又能促芽，而且是纯天然的，不怕烧根，不怕残留。怎么用呢？如果你要扦插绿萝、吊兰、铜钱草、薄荷、长寿花这些常见植物，可以先用这个液体泡一泡枝条，泡个6至8小时，再插土，能让生根率提升30%以上。也可以用来稀释当浇水液使用，1周1次，连浇2周，老叶变亮，新叶也呼呼冒。更妙的是，晒干的土豆皮还可以当做有机缓释肥使用。只要切碎，晒干后埋在花盆边缘，远离根系一点，不仅能慢慢释放养分，还能改善盆土的透气性和保水力，特别适合用在三角梅、玫瑰、月季这些对钾需求高的开花植物上。不过要注意，发芽或变绿的土豆皮不能用，因为里面含有生物碱，对植物和人都不好，挑新鲜没变色的才安全。最后再总结一下几点心得：一、预处理不能偷懒，不管是哪种皮，都得先清洗、杀菌、发酵，生的埋土里准出问题。我头回直接埋鲜橘皮，结果盆土长了白霉，折腾半天才就回来。二、用量别贪多，像鸡蛋壳、香蕉皮碎，一盆花顶多抓2把，松树皮、柳树皮占盆土2成就够了，多了反而影响根系呼吸。三、搭配着用效果好。我现在配土，常用腐叶土、原土、树皮碎，按3:2:1的比例，然后再加点蛋壳粉，啥花都适合，比买的营养土还透气肥沃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自制生根剂的内容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